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Gaston，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《京都为何那样》。来看一下它的剖面，这样子，哇，很酥哎，好像很 Q 的样子。我现在来把这个可爱的小雨伞拿掉，摩擦比较软一点。然后是说大概烤1分钟，上色之后呢，你就换边。干酒很好吃哎，很温润的甜度。很多人说，在京都没有超过100年历史的，都不好意思称为老店。那这次趁着追樱花的空档，我们去了一家超过300年历史的老铺。那他们是以味噌、酒粕还有酒曲等传统的发酵食品为主，除了成品也有半成品。那可以买回去自己在家里做味噌。有时候呢，这里也会开课教如何手做味噌。这个好像是他们的招牌。有些小菜，还有甜点，很日式的。些饮料。我点的是一个味噌滋定式，好像是他们这边的招牌，很多人推荐。然后这边是一碗很大碗的那个米寿西鲁，然后看起来有很多料，看一下，还有很多香菇，然后豆腐，就还有海带，然后这个南瓜，我来喝一下它的汤头。很香。然后它的其他的菜有这个西京烧的鱼，我吃看看。好香哦，也不会太咸，但是也不会没味道，这个应该很下饭。然后它这边的那个配菜有一个蛋，然后上面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我尝看看。尝起来也是很像那个味噌或者像米曲那种有柚子香气的那个食物。然后这个就是烫的这个花椰菜，然后它旁边也是给你一点这个酱汁，这个不是应该不能叫酱汁，就是沾的，可以增加它的风味。这个好像就是以前我们吃那个有时候用豆腐乳，它旁边会加类似米曲的这个东西。这很咸啊，配着刚刚好。然后老板说这个是有点辣的，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还真蛮辣的，很咸，然后有那个 wasabi 的味道。我要吃一口饭，好咸哦。然后它有附一个杏仁豆腐的甜点，然后上面这个好像就是干酒，还给你一个小小的枸杞。然后我来尝看看。味道很特别，杏仁豆腐真的蛮香的，杏仁的味道很重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干酒很好吃哎，干酒味道很好，很温润的甜度，是那种发酵的甜。这我喜欢，那我开动了。我们点了一个甜点干酒派，然后这个是酥皮，然后上面也撒一点糖粉，然后这个是干酒，有点像酒酿酒糟的那个，然后上面这个应该是水果。来，我们把它切开来看看，我从中间来剖开来好了。来看一下它的剖面，这样子，哇，很酥哎。
它就是一个千层酥皮，然后上面淋上这个干酒，还有这个水蜜桃，切小块一点来吃。好香哦！它酥皮其实没什么太甜的味道，就是咸咸甜甜，很淡。可是它这个甜味是来自于这个干酒，它的干酒味道真的还不错。然后加上这个水蜜桃有点微酸。我再吃一个。这家店我们其实蛮喜欢的，原来味噌干酒米曲在日常料理中可以有这么广的搭配应用。那有机会的话，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来试试看。原来麻雀也会吃樱花哎，严格来说应该是在吃花蜜，但因为麻雀的嘴比较大，它没有办法直接吸食，所以就把花咬下来吃蜜。那下次看到地上除了花瓣，还有完整的落花，那8成就是调皮的麻雀做的。每年樱花季，在鸭川左岸的半木之道都会举办鸭川茶店的活动。那现场有卖一些小吃和各地的特产哦，还有一个小小的音乐会哦。往年这个活动都是在樱花满开的时候举办。但可能今年的花期实在太短了，所以在活动举办的期间，半木之道的枝垂樱都快吹完雪了。这个小弟弟很勇敢，跌进水里也不哭也不闹，那抖抖脚再继续走。如果是我的话呢，我实在是蛮怕摔下去的。我刚刚在车站那边看到一间老铺，那他们的名物就是走井饼。然后我查了一下，这家店真的很有名，所以我就非常好奇，我想说买一盒来吃看看。我打开来，还有花艺他们的那个石清水八幡宫，还有这个他们的店，它就在这个宫旁边。然后我现在打开来，好像，啊，这是保鲜膜，好难打开哦。哎，开了，开了，哦，长这样子，细细长长的，好，就直接把它开来，直接破坏它好了。从照片上看，感觉它很大一个，其实还好。哎，好像很 Q 的样子。它就是长这样子，长长的，然后很像马吉，很软。好，来尝尝看。它是红豆泥，然后皮薄薄的，也不皮好像没什么味道，淡淡的，甜度也还好。我看店里很多人是点这个，然后搭配那个茶饮来，不知道茶是附的还是说要点。
位于左京区的京都国际会馆，离我们家很近，它是日本第一个国家会议中心。那大名鼎鼎的京都议定书呢，就是在这里签订的。国际会馆它是由知名的建筑师大谷幸夫设计，从昭和时代开始就获得了多次公共建筑的大奖。那它平时是不对外开放的，但偶尔1个月呢，它会有几天或是比较特别的活动呢，它会对外开放。像这次的樱花季呢，它就开放了3天。我们现在在国际会馆，然后它这个会馆平常是不对外开放的。那刚好因为现在是樱花季的关系，它只开放3天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所以我们就趁那个最后一天赶快赶过来，进来喝个咖啡。然后它这个咖啡是在一个像是九曲桥的这边有个湖，面对这个湖。然后我点了一杯咖啡，热的咖啡。然后另一杯点的是雪橙的苏打，就是气泡水这样子。还有一包巧克力口味的钻石饼干。小小的，那这个小小的湖还可以欣赏优雅的天鹅哦。天鹅也会吃樱花耶。国际会馆也有一个樱花林，它的规模虽然不大，但给人一种宁静雅致的感觉。那由于现在花期已经近尾声了，所以很幸运的赚到了一场樱吹雪。然后有一天，我们去圆山公园赏樱，顺便到旁边一间很有特色的咖啡厅，来看一下它的 menu。它这个套餐我觉得蛮特别的，然后这个就是让客人自己现烤这样子，现烤现吃，对。然后这是一个 set， 然后这是蛋糕卷的套餐，它有套餐单点，看起来蛮特别的。蛋糕卷是黑色。然后，它也有不同的内馅。然后这个是很日式的风格的巴菲，用碗装的，有点可爱。然后就也是一样巴菲日式甜点。然后后面这边还有一些饮料。然后除了一些就是日式的像咖啡豆乳啦这些豆乳或者抹茶，它也有咖啡。咖啡好像差不多就是600-700块这样子。这是我们点的这个和巴菲，就是日式的巴菲，然后它是一个 set，
就是这个甜点加上饮料，饮料可以选择，你可以选他们的抹茶啦、热咖啡、冰咖啡，然后或者是那个 orange 那个果汁。那我们点的是冰红茶。我现在来把这个可爱的小雨伞拿掉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个甜点的内容。它有2大球冰淇淋，然后这个是有机的焙茶冰淇淋，这个也是一样是有机的抹茶冰淇淋。啊，冰淇淋上面这个是抹茶蕨饼，然后这个鲜奶油上面有个小橘子，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很传统的日式点心，像麻糬一样薄薄的一片。然后这边是红豆泥，然后还有白玉，都是日式甜点非常常见的元素这样子。我先来尝一下这个焙茶冰淇淋。蛮结实的，味道很清爽，然后焙茶的味道也比较清淡一点。我现在来尝一下这个抹茶，抹茶比较软一点。抹茶的味道就浓很多，带一点淡淡的那个茶的苦味，但是有点那种回甘的感觉。然后想要来尝一下这个白玉丸子和加一点这个红豆泥，它的这个红豆泥味道也很清爽，然后冰冰凉凉的，吃起来我觉得还不错哎。然后白玉丸子也很 Q 软。然后我来尝一下这个蕨饼，用它这个雨伞叉子。它里面其实是好一般的口感，但是它外面撒满了那个抹茶粉。我来尝一下这个。它这个有点硬，比较有嚼劲一点，可能是放在冰淇淋上面的关系。然后这个是烤丸子套餐，那它有2种口味的团子，这个是艾草团子，然后这个旁边这个是白玉团子。然后它每一个团子呢，每一个口味的团子有3串，每一串上面有2颗这样子。然后它这个套餐，它固定附的就是抹茶，感觉好像蛮浓的。然后还有2个蘸酱，一个是红豆泥的酱汁，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店家的特制酱汁。然后因为它是现烤的团子嘛，所以它有附一个小烤炉，很可爱的小烤炉。然后上面有一个他们烤的热热的这个炭火。那我现在就开烤吧，我想要烤2个。一个是这个，好放在这边，然后他是说大概烤1分钟，上色之后呢，你就换边，然后再烤一个这个艾草的，它其实蛮烫的，温度很高。先来沾这个特制酱汁好了。它有酥脆感哎，表皮。这家店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位置，那从窗户看出去呢，就是圆山公园的樱花美景。秋天的时候，这里几乎被红叶包围着，非常适合在这里吃点心、看风景。离开咖啡店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旁边有好多人拿着相机，不知道在等什么。那原来我们意外参与了一场古老的传统迎亲仪式。那据说见证这个迎亲仪式的人都会有好运哦。
新娘巡行是高台寺每年都会举办的活动，从知恩院三门前开始，经过圆山公园、明明之道，然后一路走到高台寺。那听说任何人都可以扮演狐狸新娘哦。那每年10月会开放申请，官方会在隔年的元旦抽签，那只要被抽中，就会有专人帮忙打扮，那成为美美的狐狸新娘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，我是 Gaston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别忘了帮我们按赞、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哦，也欢迎追踪我们的IG、Instagram， 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